在上一集，我们目睹了托尼·萨利巴从一个普通的球童迅速崛起为期权芝加哥交易所的传奇人物。他的成功速度令人瞩目，但更让人好奇的是，他的成功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武器？在众多的金融工具中，为什么他偏偏选择了期权这条复杂而迷人的道路？又是如何将这个在许多人眼中如同魔鬼般的高风险的工具变成了持续盈利的提款机呢？欢迎收看期权界的常青树托尼·萨利巴第二集破解密码。要理解萨利巴的选择，我们首先需要认识期权这一工具的独特魅力。它与股票简单的买涨卖跌不同，期权是一个多维度的战场。它不仅关乎着价格的方向，还与时间的流逝、市场的波动率等息息相关。期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非对称性的风险回报结构。作为期权的买方，你最大的亏损从一开始就被锁定在你支付的权利金上，而你潜在的盈利则是理论上是无上限的。这种亏损有限、盈利无限的特性为策略大师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显然，萨利巴并不是一个满足于简单的赌方向的交易员，他享受的是对各种场景进行 what if 的情景分析。他将期权视为一个可以精确构建、量化和调整风险的精密工具箱。这个工具箱的核心正是由德尔塔、伽马、威伽、西塔等希腊字母所代表的数学模型，它们分别衡量着期权价值对标的价格、价格变化速度、波动率和时间变化的敏感度。虽然听起来复杂，但正是对这些变量的深刻理解和把控，让萨利巴能够设计出应对各种市场环境的精妙策略。那么，他的第一个核心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将价差交易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其中它最标志性的武器就是蝶式价差。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优美，但其原理却非常的巧妙和实用。简单来说，如果市场处于盘整状态，大部分交易员都会感到无从下手，因为没有趋势就很难盈利。然而萨利巴却能通过构建蝶式价差，在这种沉闷的行情中稳定的获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搭建一个盈利帐篷，只要到期时股价能落在这个帐篷覆盖的特定区间内，这笔交易就能获利。最大的利润点位于帐篷的顶端，而最大的风险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绝对不会让你血本无归。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看看萨利巴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个策略。1985年的夏天， IBM 的股价一直在130美元附近震荡了近2个月，市场显得死气沉沉，大多数交易员要么观望，要么频繁地进出而损失手续费。但萨利巴却看到了机会，他构建了一个以130美元为中心的蝶式价差，买入了125美元的看涨期权，卖出了2份130美元的看涨期权，再买入135美元的看涨期权。这个组合的净成本每张只有 0.75 美元。但如果 IBM 的股价恰好收在130美元，他能获得这张 4.25 美元的利润，回报率高达 460%。 更巧妙的是，即使 IBM 的股价在125到135美元这个区间内的任何位置，他都能获得不错的利润。而他最大的损失，无论是 IBM 涨到天上还是跌到地下，每张的成本都不会超过 0.75 美元的初始成本。那结果如何呢？那个月 IBM 的收盘价正好在 129.5 美元，萨利巴轻松地获得了 3.75 美元的利润，几乎是投入资本的5倍。更重要的是，他在这2个月内可以安心的睡觉，不用担心
任何的意外的市场波动。这就是萨利巴的盈利帐篷的魅力所在。他经常说，市场大部分时间都在横盘整理，如果你只会追涨杀跌，那么你就错过了最稳定的赚钱机会。但是如果市场不按常理出牌，突然间出现剧烈的暴涨或者暴跌呢？萨利巴的盈利帐篷岂不是被要掀翻？别急，他还有另外一件大杀器，一件专门为混乱和恐慌而生的武器，他称之为爆炸性仓位。这个策略是应对市场中的黑天鹅事件而设计的。它的构建方式通常是在相对远期合约月份，同时买入虚值的看涨期权和虚值的看跌期权。这就像在市场可能在暴涨或者暴跌的两个方向上都买了价格便宜的彩票。让我们看看萨利巴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前后的操作。当时大多数人对核能股票的担忧还停留在表面，而萨利巴已经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他注意到相关的股票的期权波动率异常的偏低，这在他看来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在事故发生前1个月，他花费了大约2万美元买入了大量核能公司的股票虚值的看跌期权。这些期权在当时看起来毫无价值，因为他们的行权价远远低于当时的股价。但萨利巴赌的不是普通的下跌，而是灾难性的下跌。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核能的股票应声暴跌，一些公司的股价在几天内下跌超过了40%。萨利巴的那些垃圾的期权瞬间变成了黄金，最终他从这次交易中获得了超过30万美元的利润，投资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1400%。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在接受采访时，萨利巴说，我并不是在预测灾难，我只是在为小概率的极端事件做准备。这些爆炸性的仓位就像是保险，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会慢慢的归零，但一旦发生极端的情况，他们就能拯救你整个的投资组合，甚至让你发财。技术和策略固然重要，但萨利巴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他对交易心理学的深刻理解。他经常说，交易90%是心理学，只有10%是技术。与那些被情绪驱动的交易员不同，萨利巴拥有着一种近乎机器人般的冷静，但这种冷静并非天生，而是通过多年的自我训练和严格的纪律培养出来的。他有一套独特的心理训练方法，每天在开始前，他都会花15分钟进行情景演练。他会想象当天可能遇到的各种极端情况，如果市场大涨了怎么办？如果暴跌了怎么办？如果完全没有波动怎么办？通过提前在心理上经历这些情况，他能够在真正面对时保持冷静。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情绪隔离机制，每笔交易的盈亏都被他记录在册，但他从不会因为单笔交易的成败而影响下一笔交易的判断。他把每笔交易都视为一个独立的实验，成功了就总结经验，失败了就吸取教训，但绝对不会让情绪干扰理性的分析。萨利巴曾经分享过一个令人深刻的故事。1984年的一个交易日，他因为一个错误的判断，单日亏损了8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当天收市后，很多人以为他会情绪的低落，而他表现得异常的平静。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沮丧，萨利巴回忆道，我告诉他们，如果我因为这次亏损而改变了明天的交易计划，那我就是在用今天的错误来毁掉明天的机会。每个交易员都会犯错，但只有那些能够快速地从错误中恢复的人，才能在这个市场上长期的生存。这种心理素质让萨利巴能够在压力巨大的交易环境中始终保持最佳的状态。他的同事们经常惊讶于他在市场剧烈波动时的淡定表现，仿佛
那些让别人心跳加速的数字对他来说只是普通的符号。萨利巴的成功还体现在他对不同市场环境的敏锐适应能力上。在他近40年的交易生涯中，他经历了无数次的牛市、熊市、震荡市以及各种突发事件，每一次他都能迅速地调整策略，化危为机。在牛市中，萨利巴会减少蝶式价差的应用，因为强劲的趋势会让这种策略失效，而取而代之的是，他会更多的使用买入看涨价差或者卖出看跌价差等策略来控制风险的同时参与上涨的行情。1995年到1999年间的科技股牛市期间，萨利巴并没有盲目的追高，而是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滚动式买入看涨价差策略。每当科技股指数上涨一定幅度后，他就会了结当前的盈利仓位，然后在更高的价位上重新建立类似的仓位，这样既能够参与牛市行情，又能够控制回撤的风险。在熊市中，萨利巴的爆炸性的仓位就会大显身手，但他不会单纯的买入看跌期权，他会构建更复杂的组合，比如看跌蝶式或者看跌鹰式价差，在保护下行风险的同时，也能从波动率上获得利润。2000年科技泡灭后的熊市中，萨利巴察觉到市场情绪极度的悲观会带来过度的波动率，他大量的卖出了虚值的看跌期权，赚取了高额的权利金。虽然看起来风险很大，但他同时买入了更虚值的看跌期权作为保护，形成了一个看跌价差的组合。最终，随着市场恐慌情绪的平息，这些期权大部分都无价值到期，萨利巴轻松地获得了丰厚的权利金的收入。最考验交易员的是震荡市，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趋势跟踪策略完全失效，很多交易员都会陷入频繁的交易陷阱，但萨利巴却如鱼得水，这正是他蝶式价差策略最适应的环境。2005年到2007年间，美国股市长期在相对狭窄的区间内波动，很多交易员都在抱怨很难赚钱，但萨利巴却在这段时间里获得了稳定的收益。他会根据市场的具体情况调整蝶式价差账篷大小和位置，有时甚至会构建多个不同到期日的蝶式组合，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盈利区域。要真正理解萨利巴的伟大，我们不妨将他与著名的交易员进行对比，就像是武林高手间的华山论剑，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武功秘籍。首先，我们来看看萨利巴与商品大王吉姆·罗杰斯的区别。罗杰斯是典型的基本面的分析大师，他会深入地研究全球的经济、政治变化，然后做出长期的投资决策。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宏观趋势的准确把握上，而萨利巴则完全不同，他很少关注基本面，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相信市场的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的信息，他要做的就是利用期权这个数学特性来获利。罗杰斯可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研究某个商品的市场，然后持有几年。萨利巴呢，则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完成了一个复杂的期权组合。再看看萨利巴与量化交易之父詹姆斯·西蒙斯的差异。西蒙斯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程序来进行交易，追求的是通过大量的小额的交易来获得稳定收益。虽然萨利巴也重视数学模型，但他更像是一个手工艺人，每一个交易策略都是他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精心设计的，而不是由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的。西蒙斯的基金可能同时进行数千笔的交易，而萨利巴可能只关注几十个精心构建的仓位。最有趣的对比是萨利巴与股神沃伦·巴菲特的对比。巴菲特是价值投资的代表，他买入优质的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很少使用衍生品工具。
巴菲特曾经把衍生品工具称之为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但萨利巴却证明了衍生品也可以是精密的手术刀。他用期权不是为了投机，而是为了更精准地管理风险和获得收益。如果巴菲特是在投资企业的未来，那么萨利巴就是在投资市场的数学规律。或许最相似的是萨利巴与期货传奇保罗·都铎·琼斯，两个人都非常的注重风险管理，都能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盈利。但琼斯更多依赖的是技术分析和市场心理，而萨利巴则更多的依赖数学模型和概率计算。这些对比让我们看到，在交易的世界里，并没有唯一的成功之路。每个大师都找到了适合自己性格和能力的方法。萨利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数学的严谨性与交易的艺术性完美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风格。然而，拥有了精妙的策略和冷静的心态，还需要挥舞他们的纪律。萨利巴之所以能够成为常青树，最核心的秘诀其实就是4个字：风险管理。他对此有着近乎偏执的执着。他的第一原则永远都是明确你的风险。在做任何一笔交易前，他必须清楚地知道，最坏的情况下他会亏多少钱。这让他能够以心态平和，每天都以一张白纸的心态走入交易场，不会因为恐惧而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么，如果交易真的亏损了呢？他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著名比喻——漏水的船。他说，当你身处一艘已经漏水的船上时，你绝对不会为了把水舀出去，而在船上再钻一个洞。他的意思是，当一个仓位出现亏损，证明你的判断错了，你绝对不会为了摊平成本而继续加仓，那无异于在漏水的船上再钻一个洞。正确的做法是果断止损离场，克服损失厌恶和沉没成本的心理陷阱，将资本从这艘快要沉下的船里解救出来，去寻找下一艘好船。萨利巴还有一个更精妙的风险管理技巧，他会给自己的每一个交易的策略都设定止盈点。大多数人只知道止损的重要性，但很少人会设定止盈点。萨利巴的理念是，一个好的交易就应该在到达合理利润时就结束，而不是在等它变成坏的交易。他会根据每个策略的风险回报比来设定止盈点。比如，一个蝶式价差的最大风险是1美元，理论上最大的利润是4美元。他可能会在获得2.5美元至3美元的时候，利润就选择了平仓。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可以锁定大部分的预期利润，并且让资金尽快周转到下一个机会上。更绝的是它的保险策略，即使他强烈的看空市场，他可能也会花一点小钱买入一些虚值的看涨期权作为保险。他把这比作在偷二垒的时候，你的另一只手在摸到二垒之前，永远不要把手从一垒松开。这种对小概率的风险的极端的敬畏，以及对已有利润周全的保护，让他无懈可击。价差之一、爆炸性仓位、心理训练、环境适应、风险管理。今天我们深入破解了萨利巴的交易密码，这不仅仅是一套技术系统，更是一种哲学，一种看待市场和风险的独特视角。萨利巴向我们证明，在金融市场这个看似随机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可以被理解和利用的规律。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严格的风险控制和坚定的心理素质，一个交易员可以长期内战胜市场的随机性。但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一种思维方式，不是试图预测未来，而是为各种可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他的每一个策略不是在赌博，而是在购买保险或者收取保费。这种思维方式不仅适用于期权市场，也适用于人生的方方面面。这套攻守兼备的系统听起来已经堪称完美，但理论终究是理论，在真实世界的极端考验下，它真的能奏效吗？在下一集《不败神话》中，
我们将回到历史现场，看看萨利巴如何在让无数人倾家荡产的黑色星期一的股灾中一战封神，并揭开他那连续70个月月月盈利的不败神话的背后秘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